加坡传统的扣肉包就是香菜跟扣肉而已嘛，然后这个就有一点花生啊、酸菜，就味道有一点像你说的多层次然后那个扣肉又很嫩就很特别，然后就很台湾。一口咬下挂包，台湾小吃也能有超前的满足感。被赞不绝口的台湾味，可是出自新加坡人之手。吃的话就不止一次。当我们自己吃的话，我看我们自己本身吃都吃了大概3个月左右，因为香料真的太多了。而且每一家他们所加的香料跟他们想要呈现的都不一样的东西。对，我们的话就自己去抓这个酱料的比例跟种类吧。尤志雄担任厨师已经20多年，曾经长期待在台湾，对台式美食情有独钟，尤其是传统街头小吃。挂包的灵魂来自控肉，得先熬煮4小时后，再浸泡8小时，控制肉的形状不烂，还能入口即化。其实，在新加坡它也叫卤肉，但是在新加坡的卤肉其实基本都是偏向于潮州式的卤肉，对，就卤猪肉或者说卤鸭，都是以潮州式的卤法跟口味去体现那个味道，对，它的酱油香跟比较带咸，对，台湾的卤肉的话，它有带肉香，然后酱油的淡香。当初尤志雄在台湾吃到第一口挂包，就决定拿它当餐厅招牌。和新加坡的控骂包不同，台式挂包有酸菜、花生和香菜。他们说，台湾小吃的特色就是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多层次的丰富口感。马吉他们有做花生嘛？那冰淇淋哪里都有嘛？那把花生跟冰淇淋再加上香菜，哇，这3个结合起来新加坡人是不会去联想到把这3个东西放在一起，对。然后，可是我们在台湾就吃到了，而且它不是乱凑的，它是有原理跟味道搭配起来是很好的。其实，餐厅主打台湾餐，几乎没做改良，因为店里的特色就是台湾食材的原味。新加坡很多元化嘛，那你有泰国餐，你有日本餐。其实新加坡有时吃久，他们也会比较挑，对。可是我觉得台湾餐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它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把那个味道的材料的灵魂带出来。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台湾料理在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就比较直接，以材料为主去打那个主打。如果台菜对新加坡人而言是最朴实无华的飨宴，那对台湾人来说必定是无可替代的家乡味。无可取代的就是酱油，然后那配菜类的话，目前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替代，所以还是坚持拿台湾的酸菜。对，这2样是目前为止最坚持的。餐台备料就像在台式自助餐的厨房，有炒高丽菜、卤蛋和酸菜。经典的卤肉饭拼接成便当，是来自台湾的 Morgan 设计出的特制菜单。这里多数他们选择3层肉，3层肉做切丁，就是切很小丁。那我们是主力是这个不一样的，就是猪头肉，然后再加上猪皮，还有很少许比例的3层肉下去做混合。对，还是有做一点微调，因为毕竟新加坡人他们对于看到纯肥肉是很怕的。但是在台湾事实上最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精准的找出部分开在新加坡想做传统卤肉饭却总是少那么一味的关键。很难想象 Morgan 最早是在半导体业服务15年的工程师，待在新加坡超过7年，历经每天高压的环境，让原本就爱煮菜的他开始想开餐厅的可能性。
当时对我而言，当然你如果是单纯考量薪水的考量的话，收入的考量，确实那是很难以割舍的一份工作。俗话说的啊，当你站在一个山头，你看着别的山头，你不知道站在那个山头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想要知道，你唯一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走下这个山头，没有第二条路。但要转职还是第一次自己当老板，就算秋肉菜是家常料理，但为了更快的打入市场，决定在商业区卖台湾知名小吃的简餐。我拿手是家常菜，确实是台湾的家常菜，绝对都是跟炒这样的烹调方式是最大的连接。所以但是这个念头在一开始就不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你踏进去一间主打台湾餐的地方，你非常难避免你不去点这样餐。我自己都会点啊，我也会点。其实，在台湾不见得大家都会吃卤肉饭，可是当你走到海外，你自然而然会点它，这就是现实。毕竟在新加坡多元族群融合的国家，开异国料理餐厅是块竞争的红海市场。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展店，我们要展什么样的店？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一样是带台湾餐，可是每一个餐厅在不同的地段、跟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客群，它要带出来的做的那个店的方向是不太同。这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挑战。我们也没有可能它是夜店的形式，或者有没有可能它是下午茶店的形式，就是各种形式，我们也是在探讨。这在新加坡的台味，不只是台湾人为圆梦而开的店，更是异乡游子一解乡愁的味觉记忆。